云南8月，午后的南华野生菌交易市场，山味横行，人声鼎沸。有着野生菌王国之称的南华，向我们豪迈地展示着它的林中珍肴。鸡枞、松茸、山老苞、黑牛肝、黄赖头、红葱、黑虎掌、青头，每天一大早被捡拾下山的菌子，总是会第一时间被送往这里。这是云南人每年最重要的菌子狂欢季，从5月底的头水菌开始，一直持续到10月。不过对外地人来说，得掐着雨水充沛的8月去，数量之多，品种之全，引人入胜，直赴高潮。南华县森林类型多样，气候立体，孕育了丰富的野生菌资源。捡菌不只靠体力、眼力，更依赖于对山坡林地的熟悉。而且只要不破坏菌丝、菌根，4年就还能在原地与新菌不期而遇。菌子的生命周期极短，虽然当下物流发达，但招菌吸吃的极致之鲜是云南人专享的福利。黄文波和张文胜坐镇的宜山菌宴在南华是出了名的，两人从小就一起巡山捡菌，现在又并肩掌勺。一到汛期，他俩每天都上演精彩的4手联弹。菌子在烹饪之前都需要简单的处理，特别是菌柄根部的泥土要以小刀削去。老人头菌的外皮影响口感，菌盖和菌柄整层外皮都需刮除干净，所以又叫剥皮菌。干巴菌的处理堪比绣花，纵横的沟壑里藏有各种腐草、木屑、松针，细细挑拣后还要顺纹撕成小片，用清水反复捏洗。清洗菌子一般要用流水，以避免浸泡影响菌子的香气。用带有绒毛的南瓜叶子蘸水刷洗，是当地很传统的清洗方式。松茸尽量不用水洗，削去底部泥土后，直接拿湿布擦净就可以。新鲜松茸最佳吃法就是生吃，清香脆嫩，口感香气一流。现在比较常见就是这样切片后冰镇着吃，搭配酱油和芥末，跟日本人吃生鱼片无二，因此也被时髦地叫做松茸刺身。炭烤松茸是云南常见吃法，撕成块铺在炭火上，烤至卷起，撒盐即可，同样吃的是鲜甜多汁的原味。炭烤青头菌也是当地人的私藏美味，盖子朝下兜住外溢的汁水，撒点盐，那种淡淡的烟熏味和肉肉的口感特别搭。松茸可以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，但独具异香的干巴菌才是本地人最为推崇的山珍之王。出勤率最高的是干巴菌炒饭。干巴菌油炸出香，回锅与火腿丁、全蛋叶、青红椒、米饭炒匀，菌香、蛋香、肉香3香交融，令人不知不觉就多吃了2碗。韭菜花腌干巴菌是云南著名腌菜之一，蒸鱼的时候拿它用红油、辣椒粉、酱油炒香作为料汁，
临在鱼身，堪称仙上加仙。同样获得云南人青睐的，还有以香甜著称的鸡枞。最传统的白油鸡枞，用切滚刀的火把鸡枞和火腿片炒，加一点青红椒，清新细嫩爽口。也可以拿来干炸，把花皮鸡枞撕成丝，裹上蛋清、生粉、盐调的姜，炸脆炸酥。讲究一点，用黄油、熟白芝麻和干辣椒回锅兜炒，干香回味，特别下酒。花皮鸡枞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吃法，直接丢进烧开的清水白煮，加一点青红辣椒，一点盐，起锅前淋一些鸡油，汤清味鲜，有种天生丽质的风韵。鸡枞大量上市的时候，云南人习惯用它来熬油鸡枞，长期存放。蒸蛋的时候加1-2勺，非常高级的点睛之笔。相比之下，大众情人牛肝菌要来得平易近人得多，产量高，价格亲民，做法代表了菌子普遍的烹调方法，快炒。白牛肝是最常见的牛肝菌之一，被亲切地叫做美味牛肝，因为含糖量高，用不辣的粽椒来炒，口感才好。牛肝菌切片后，要先在油里炸一道，炒的时候先爆香蒜片，再加入红甜椒、青粽椒和牛肝菌，加盐的时候用水化开，让味道融合得更均匀，菌子也能再吃一道水，吃起来鲜香爽滑。葱菌是牛肝菌的一支，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剑手青，因手指触碰发青而得名。以红剑手最为好吃，得搭配干椒来炒。剑手青也是食用菌中的头号杀手，每年都会放倒几个好吃嘴，所以图个放心，大家一般都去餐厅吃。烹饪的时候，过油干煸的时间要久一些，高温能分解毒素，基本上要煸到外皮微焦后才捞出回锅。蒜片是炒菌必备的香料，以更好的杀菌。调味就是花椒、干辣椒以及芝麻，盐和酱油以清水调开。这道菜滑嫩爽口，有奇香，可以说是菌子季节餐桌上的人气贵货。炒的方法大抵相似，不加过多辅料，简单调味，吃法纯粹。除此之外，菌还有烩、煮、凉拌等多种吃法。形如其名的青头菌，先焯后炒，通常拿来烩红烧肉，加入云南特色的红烧肉罐头，吸收了菌香的汤汁，用来泡饭也是一流。老人头、鸡油菌这些常见的入门级菌子，生吃无毒，凉拌最佳，调味都偏香辣小酸甜。老人头是杉树寄生菌，红油、白醋、蒜和小米辣能弱化它的草药味，突出爽脆口感。而杏香味的鸡油菌搭配南华本地产的新鲜核桃仁，清新又爽口。菌子跟鸡是百搭，堪称两鲜其美。除了松茸、鸡枞、虎掌菌和梨窝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烧鸡的时候，加姜和草果，先把鸡块炒一下，一直把水分炒干，再移入砂锅。黑虎掌菌提前用油焙一下，逼出黑色汁液，在出锅前放进去煲上1刻钟即可。炖清鸡汤的话，一般用整鸡。梨窝菌无需处理，同样在尾声的时候直接下锅煮沸即可。
野生菌火锅才是最简单、直接、豪气的吃法。整一锅鸡汤，把切配好的安全系数高的杂菌放进去，煮够15分钟，打个蘸水就可以开吃。吃完菌子再下点时蔬，特别完美。说它是人间至鲜，一点都不为过。